我难产昏迷了3日，醒来时，婢女告诉我，孩子已经被孟若锦抱去贵妃宫中养着了。我翻了个身，淡淡的说：“随他去吧。”可后来，孟若锦却抱着孩子，殷切把他凑到我面前，说：“这是咱们的皇儿，你瞧瞧，你好好瞧上一眼。”我始终提不起兴致。孟若锦眼睛泛红，哑声问：“你是不要他了吗？”“是，你和皇儿，我都不要了。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密集的痛觉瞬间将生产的回忆勾了起来。那是一场长达20多个时辰的折磨。隐约记得，一声啼哭响起的同时，我的眼皮也沉沉地垂下了。如今苏醒，下意识觉得自己这运泽宫里太过安静，没有婴儿哭啼，也没有奶娘哄睡的动静。头一道声响竟是我婢女如月发出的。她见我睁眼，哭的声音都在颤抖。娘娘，孩子不在了，陛下说娘娘身子虚弱，于是把孩子抱给贵妃抚养了。奴婢斗胆问她几时把孩子送回来，可陛下却说贵妃会将孩子视为己出，让娘娘你不必忧心。怎么办啊，娘娘，怎么把孩子要回来啊？我呆滞地听着，双目盯着顶上的金丝帐看了很久，后来觉得头晕眼花，翻过身去，淡声说：“圣意难违。”如月擦干眼泪，问：“可那是娘娘的儿子？”陛下说是谁的，便是谁的。说完这句话，一行热泪从眼眶淌了下来。孟若锦如今该是很满意这局面的。他曾经亲口说过，谁诞下长子，后位就是谁的。这句话出来时，后宫中人心里门清，都知道后位已经没有悬念了。孟若锦登基以来，各部接连把娇花送进宫里充盈后宫，可始终唯有贵妃独得恩宠。我怀上身孕的那晚，是因为她喝醉了酒，将我错认成贵妃，搂了过去。说来我同孟若锦数年夫妻，落得这样生分，还真是惹人笑话。孟若锦19岁时，我就嫁给了他。在此之前，我已经陪伴了他5年，也就是他自14岁起，就同我形影不离。那会是他最狼狈潦倒的时候。他原有个皇后做母亲的，可外戚作乱，皇后全族被灭，连带着他自己也被赐了鹤顶红。其余皇子趁孟若锦治丧时，将一首逆诗塞进了他的书案上。就这样，孟若锦被打得半死，又被废了身份，扔进冷宫。他伤重而无人医治，性命垂危。我去求长侍太监，长侍太监打量了我一番，微微笑了笑，要救人可以，不过得明日。至于今日，我走不了。天亮后，我从长侍太监的住处走出来时，脚步虚浮踉跄，满身是伤。原来折磨人的手段可以繁多冗杂到那种地步。我终于带着太医进了冷宫。太医给孟若锦医治完，犹豫着对我说道：“我也给你开几副药吧。”这时，孟若锦才意识到，她闻到的血腥味，并不都是她自己身上发出来的。无人时，她慢慢褪下了我的衣衫，凝视着我满身的伤痕，说了句：“何苦？”何苦呢？起初只是为了皇后。我本是皇后身边的女官，皇后临终前留下一封血书，嘱我照看孟若锦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救回孟若锦性命后，我也一直待在冷宫里。整整5年，我与孟若锦相依为命，共患难。5年过去，逆尸案破，孟若锦被接出冷宫。圣上给我和孟若锦赐了婚。婚纸下来时，我看见孟若锦的眼里是有失望的。即使成了夫妻，孟若锦始终没有碰过我。我知道她心有介怀，于是从不主动邀宠。后来孟若锦登基，只将我这位发妻封为妃，赐封浩顺。与她隔在冷宫外遥遥相望了5年的苏萍儿，则封了贵妃。先帝尚在时，苏萍儿是太后的侄女，与孟若锦自幼交好。孟若锦困在冷宫那几年，苏萍儿会通过墙上的小洞给她塞吃的。在元宵佳节，还会与孟若锦交换灯谜。阴暗潮湿的冷宫，孟若锦大多时候都是沉郁冷漠的，唯独在收到苏萍儿的东西时，会浅淡的笑笑。我在坐月子的时候，运泽宫依旧冷清，只有魏嫔来过。她嘲讽道：“还以为你能母凭子贵，结果显贵到贵妃身上去了。”如今那流水似的贺礼都堆在贵妃宫里，堆成小山了。
我不为所动。魏嫔着急了，偏没见过你这样窝囊的，贵妃要当皇后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原是来撺掇我去出头抢回孩子，再把后宫搅得鸡犬不宁，好让贵妃封后的圣意告吹的。可我没这个能耐，我现在连床都下不了。第二天，圣旨下来了，孟若锦昭告天下万民，贵妃苏氏但遇长子有功，着册封为皇后。册封礼就在皇子满月的前夕举行。那天，宫里的丝竹歌舞声之盛大漫长，深深地穿透过了每道宫墙，余音掩盖住了运泽宫里的嘤嘤啼哭声。是如月，她悄悄偷出了黄掌子，颤颤巍巍地抱给我看。奴婢和那奶娘是同乡，此番苦求了她，才趁着众人都在封后大典上的时候抱了出来。娘娘快瞧，是您的孩子，您快多瞧一眼。我盯着那孩子的脸颊看，竟满月了，出生1个月了，我这是头一回瞧他。我曾以为看见自己的亲生孩子时，心情该是激荡无比的，可此刻我心里竟泛不起一丝波澜。襁褓中的婴孩也因离了熟悉的宫殿和奶娘，哭得很厉害。快抱回去吧，我对如月说，若被发现，那奶娘该遭殃了。如月不明白，疑惑道，娘娘，您不再多看看吗？这是您生了1天1夜才生下的孩子，难道就甘心这样送回苏氏怀中吗？甘心如何？不甘心又如何？孟若锦铁了心要为苏萍儿的后位增加最坚实的筹码。这孩子无论是谁生的，最后都得认苏氏做娘亲，由不得我做主，如同我在长氏太监手中受尽凌虐的那晚一样。我对如月说，听话，她哭得厉害，送回去让奶娘喂奶吧。孩子送回去不久，奶娘转头就向苏萍儿告了密。于是苏萍儿以意图谋害皇长子为由，命人抓了如月去受刑。我听到消息时，从床上跌了下来。匍匐在冰冷的地板上时，香金丝的墨色100骤然出现在眼前。孟若锦开口时是责怪的语气，朕说过，苏氏会将皇长子视如己出的，你为何还要命婢女去偷抱回来？我抓住他的100，气道，把如月还给我，他只是思虑不周，绝无害人之心。孟若锦把100抽了出来，不悦道，那孩子本就体弱，如今又受了风，你那婢女难辞其咎。我竭力爬起来，仰起头恳求道，把如月放回来，我来罚好不好？孟若锦冷淡的眼色终于出现了微微波澜，他不可置信道，我同你说了半天孩子的事，你却始终只记着婢女，不问问孩子如何吗？皇长子有陛下和皇后诏符，我无需多问，只求陛下对如月网开一面。孟若锦不愿意听了，他拂袖而去，此事不归朕管，你去问皇后。我拖着残躯去了坤宁宫，自苏萍儿被册封为后，就迁居到那处了，离孟若锦的养心殿是最近的。顺妃，没有通报您是不能进的。太监要拦我，却在看见我渗满红血丝的双眼后停下了动作。我到院子时，又是一重关卡，将我拦住。苏萍儿抱着黄长子，站在不远处的梨花树下，捻着花瓣笑逗襁褓中的婴孩。她朝我这边瞥了一眼，我跪了下来，皇后娘娘，求您放过如月，从今往后她绝不会再犯。我听见苏萍儿笑了一声。苏萍儿身边的大宫女说，顺妃请回吧，皇后娘娘不得空呢。然后她大声斥道，都愣着干什么，还不送顺妃回去歇着。一声令下之后，我是被人架走的。宫人不忍，一出了坤宁宫就将我放下了。我喘着粗气，一步一步地走到如月受刑的上方司。后来我在刑架上找到了如月，那么瘦弱的身躯却被一圈粗厚的绳绑着，绳上浸满血迹。她死了。我重重地跌倒在地，晕了过去。醒来的时候，太医满脸愁容地对我说，娘娘本因难产伤了底子，这番又是元气大伤，只怕日后再承宠也很难再有身孕了。我本应伤心欲绝的，可心里却空洞无比。太医说完后，颤巍地朝旁边的孟若锦磕了头。孟若锦的脸色很沉重，她上前来坐到榻边，说，不过一个婢女，再挑些更机灵的来伺候你就是。我呆滞良久，反复地说，我只要如月。顺妃，孟若锦终于向我施舍了些怜悯，你听话些，
日后朕便让皇长子回来。我本奄奄无力，却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高声驳了他：别给我，我不要他。孟若锦瞳孔微睁，震惊地看着我。他心里也许在想，哪有这样无情的母亲？可从生下来的那刻起，皇长子就被宣判不再是我的孩子了，不是吗？孟若锦难得有示好之心，却被我服了面子，脸色愈发难看。他抬手一挥，让人把皇子抱来。孟若锦接过皇子之后，轻身向前，将他送到我枕头，说：顺妃，瞧一眼你儿子。我闻到婴孩身上独带的奶香气时，侧手看了一眼，软软的一小团，孩子被将养得不错，我没什么放不下心的。孟若锦见我丝毫没有要把皇子抱过去的意愿时，眼神骤然一沉，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可没等孟若锦回过神来，将皇子带过来的宫婢说：快到小殿下的满月宴开始的时辰了，奴婢得先抱回去了，不然皇后娘娘要着急的。带她回去吧。孟若锦顿了顿，别让皇后知道这里的事，明白吗？听到这里，我忽然有股想笑出来的冲动，大抵是在讥讽我自己。我被搀扶着去了孩子的满月宴。席间，孟若锦给孩子取了名，朕与皇后思量数日，最后给皇长子定下承川二字。在恭贺声中，旁边的魏嫔明知故问：顺妃，我记得你在孕中时给孩子取的名字不是这个啊？我依旧一言不发。魏嫔继续说：不过只要顺妃你也中意承川二字，倒也无妨了。谈不上中意不中意的，我和在场所有人一样，都是初次听到皇长子的名字。不过都不要紧了，我如今体虚，只是坐上一会，就又觉得乏累了。因我案上的点心一动不动，年幼的小郡主从雍王爷的怀中溜了出来，跑到我跟前说：顺妃娘娘，你怎么不吃东西啊？我轻声说：我不饿。小郡主却说：可是你的脸色都发青了，可见是饿了的。我笑了笑，从案上捻起一块甜糕，掰开喂了郡主。这边的动静应是惊动了孟若锦那边。我转头时，看见她的眼神正定定地看着这边。忽然，孟若锦开口召小郡主过去，郡主立刻小跑了过去。她5、6岁的光景，很是活泼，谁也不怕，还凑到苏萍儿那去戳承川的脸蛋。小郡主突地咯咯地笑起来，好巧啊，小弟弟的脸颊上有梨窝，顺妃娘娘的脸上也有。单单一句话，宴上瞬间变得鸦雀无声，甚至有人在面面相觑。能在这里出现的皇室贵胄，多少都知道承川的来历的。雍王爷赶紧唤小郡主回来，你这妮子越发没礼数了，怎敢叨扰了皇后娘娘和小殿下？快到本王这儿来，这样没规矩，非罚你不可。孟若锦垂敛着眼皮，神情疏离地说：郡主年幼，无需苛责。而苏萍儿的脸色更是冷冰冰的，显然不悦。我知道这里不大容的我了，只简单告辞，就回了运泽宫。才回到宫里，整个人便疲乏地瘫软在榻上了。我奄奄地躺着，心里厌极了这孱弱的身躯。没多久，宫人来禀说孟若锦来了，就在殿外站着。我闭上眼睛，只当自己睡过去了。即使后来听到床边有人坐上来的动静，也始终没有睁开眼。恍惚间，我察觉到有人轻按了按我的脸颊，似是梨窝处。待在冷宫时，孟若锦常喜欢这样对待我，可我如今只觉得寒栗。孟若锦给我派来了一个新的婢女，叫阿诺。阿诺和如月长得很像，孟若锦自以为是好心，岂不知我每瞧上阿诺一眼，就会想起如月受刑而死的惨状。我整夜的睡不着，垫在身下的褥子也在不停地更换，每张被拿走时，上面都进了血。我的产后病势愈发严重了，有时会痛到失去知觉，可唯有失去知觉的时候，我才能尝到一丝松快。这是不是快要死了？可我很快便连忧惧生死的力气都没有了，总是控制不住的昏睡过去。苏醒的时候，我会嘱咐阿诺，让他告诉太医，在我的病情上不必对养心殿的那位多言。我不想看到孟若锦再来了，即使孟若锦本就不愿来，只是怕落得个薄情寡恩的名号。我在病中不太记得时日过去了多久，只是耳朵曾听到皇长子百日宴、半岁之类的字眼。恍惚间会想，都长这么大了，
后来天气热起来，小诺就扶我到运泽宫的亭子里坐下，吹些微风。孟若锦来了，还带着程川。我看见程川时，他果真长大了许多，大概有7、8个月了。孟若锦竟把程川抱到我跟前，面露殷切：“顺妃，你抱抱他，如今高了，也重了。”是重了。孩子交到我怀里时，臂弯猛然一沉。我低头瞧了瞧，说：“皇后把他养得真好。”不知为何，明明是事实，由我口中说出，却让孟若锦的脸色变得有些僵硬。我朝孟若锦身边的宫女看了一眼，示意她来抱走程川。我力气小，当心摔了他。孟若锦没有让宫女接过程川，而是伸手自己抱了过来。然后她对着咿呀作语的程川指了指我川儿：“这是你母亲。”程川鹦鹉学舌地开口：“母亲。”他是喊了出来，但眼神却没再看我，而是滋溜地转来转去，应是在找苏萍儿。孟若锦一直在留意我的神色，可我没什么好伤心的。顺妃，孟若锦温柔地说：“若朕把程川送回来，你……”我微微笑着驳了孟若锦，孩子是最认生的，猝然让他换了环境，怕是要哭病过去，可不值当。孟若锦的脸色骤然一紧，充满了不可置信。她似是不相信，怎会有母亲把亲生儿子往外推呢？可我确实早就无力去抚养一个皇子了。失望和不解在孟若锦的眼睛里交叠，最后涣散成了血丝。她哑着声问我：“顺妃，你是不要儿子吗？”陛下，果真是我不要吗？而不是从头到尾我都没有选择的余地吗？若我今日应了，苏萍儿该把我这运泽宫给掀翻了过去。我果然没料错，孟若锦还在等待我口中的答案时，苏萍儿贸然闯了进来。她满眼焦急，直奔程川而去。苏萍儿把程川紧紧抱在怀里的时候，充满敌意地看着我：“顺妃，你要干什么？”我摇摇头，说：“娘娘来了就好，刚才小殿下一直找娘娘呢。”我说的平静，似乎程川于我而言，不过仅仅是别人家的孩子而已。苏萍儿听着，竟怔愣了一下，她似乎也觉得不可置信，我竟不跟她抢孩子的。即使我已经让无可让，苏萍儿仍敌意满满：“顺妃当心把病气过到孩子身上。”我盯着苏萍儿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若说会过病气，早在我生下她的时候，该过的也已经过了。”住口！苏萍儿愠怒道：“程川如今已被祭嫡出皇子，岂容你对他的出生说3道4的？”孟若锦缓声唤了一句：“皇后。”面对苏萍儿，孟若锦始终是温柔的，即使见到苏萍儿咄咄逼人，也依旧纵着，只出言制止了一下：“陛下说的对，臣妾身为皇后，不该与顺妃计较。”苏萍儿抱着程川，与我擦身而过时，又添上一句：“毕竟顺妃早年间受了委屈，连个阉人都敢糟践了。”我身子骤然一紧，那段记忆已经埋沉心里很久了。我以为自己已经可以不在意，但被人赤裸裸地挖出来的这刻，心头似乎有只小兽在彷徨无助地撞来撞去。我突然不想忍让了，朝苏萍儿笑了一声：“娘娘嫌我是个脏骨头吗？”可娘娘正搂着的程川，身子里流的可是我的血。孟若锦忽然喝住我：“顺妃，你闭嘴！”语气是前所未有的凌厉。我看向她时，对上的目光无比冰冷。孟若锦是真恼了我，恼我口无遮拦。毕竟此事说出来，于她面上无光。原来同我猜测的一般，孟若锦确实对此事耿耿于怀。可是陛下，不，我应该问一问当年身为废皇子的你，我除了忍下那份侮辱，还能拿什么换回你的性命？我始终没有问出口。无论从孟若锦口中听到什么答案，都与我没有意义了。我蹲在原地时，孟若锦带走了苏萍儿母子，这运泽宫又恢复了静寂和空荡。可是为何安静到连太医也不来了？我不服药，夜里会疼得合不上眼睛。阿诺着急了，在想办法怎么把太医求过来。我却拦住了他，摇头道：“别为了我把自己搭进去了。如越是这样，再往前推，我亦是。阿诺不能再步我们后尘了。”可是阿诺还是为我找来了药。看见那些药时，我呼吸一紧，立刻去扒他衣裳，却发现阿诺的胴体完好无瑕。阿诺把衣裳穿好，满脸疑惑地看着我：“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”我摇摇头，浑身骤然一松。
阿诺忙说，我没被谁打呢，这药不是宫里的，是外头送来的，所以宫里不会知道。外头？我盯着那些药，眼里突然有了神采。承川的周岁宴前夕，就是如月的忌辰。那天夜里，风吹雨打的，把窗子拍得砰砰作响。阿诺过来检查窗扇有无合紧时，却发现我呆坐在榻上，木然地盯着映在窗上的雨夜一角。阿诺过来问：娘娘，怎么了？我捂着心口，猝然指向外面说，惊恐地说：如月回来了，我看见她了。阿诺连忙安慰我：不会的，娘娘，您多心了，姐姐已经往生极乐了。可我猛地掀开被子，慌乱地向外跑去。凉风裹挟着雨水，一并泼在身上，是刺骨的冷。赤脚踩上尖锐的石子时，皮肤传来皲裂的痛。可我始终没有停下。不要停！雨夜凉气重，孟若紧召了太医来诊治头疼。后来随口问了句，许久没有太医来禀报过顺妃病情了，她如何了？太医一怔，早在数月前，太医院就收到指令，要撤去运泽宫的请脉。孟若锦骤然把手旁的药碗重重地扶了下去，碎开一地。帝王盛怒道：为何要撤？他身子不是一向不好吗？太医颤巍地叩头道：是，顺妃产后身子一直没调理过来，早已拖成重症，怕也无力回天。孟若锦厉声道：此前就已经这样，为何朕一概不知？太医说是顺妃说不必来回禀圣上的。孟若锦立即起身，径直踩过碎片，他现在要去一趟运泽宫。宫人过来拦：陛下，明早再去吧，外头正是大雨滂沱。忽然一声哀求穿透养心殿厚重的门：陛下，运泽宫出事了。推开门，见是被淋成落汤鸡的阿诺。他不顾狼狈，哭着说顺妃忽然受惊，跑出运泽宫，已然不见了。阿诺还恳切道：顺妃体弱，之前又寻不来太医，已然病入膏肓。今朝淋雨受寒，怕已奄奄一息，还请陛下遣人去找找。寻不来太医，病入膏肓，每一个字都似长了尖儿，辣辣地往孟若锦心里钻凿。又是找不来太医吗？和当年一模一样。那段被孟若锦视为耻辱，不愿启齿也不愿回忆的冷宫日子，忽地被勾了起来。他想起自己濒死之际，也是无太医敢接手，是母亲身边的女官，如今的顺妃去求来的。孟若锦盯着雨幕，威严的眼神忽地失了神，变得空洞无措。倏然，帝王不顾阻拦，冲出了雨幕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在高台上找到了顺妃。她衣物单薄，身上的雨水和鲜血掺在一起，触目惊心。高台的另一边是汩汩的河流。孟若锦呼吸一紧，想去接顺妃下来，可眼见着她的身子又往外旋出了些，心惊胆战地停下脚步。顺妃，你干什么？顺妃却颤抖地说：如月，我看见如月了，她来找我了，她怨我。孟若锦近乎嘶吼道：那婢女的死与你何干？分明是苏氏下的行刑令。顺妃呢喃地说：苏氏，孟若锦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她声音轻颤：朕立你为后，也把承川送回来，无论是后位还是子嗣，通通是你的，只要你肯下来。顺妃竟笑了，她说：我不要。她顿了顿：你孩子，后位我都不要，我不要再被你们困住了。孟若锦说：朕没有要困住你。顺妃直勾勾地看着孟若锦，眼神似乎在透过她看另一个人。孝德皇后，顺妃突然开口，提起了孟若锦的生母。我原以为那封遗书困住的只是我在冷宫的5年，其实困住的是我的一生。话音刚落，她在大雨滂沱中笑着往后仰。高墙上唯剩孟若锦撕心裂肺的挽留。清醒过来已经为时已晚，那一刻，口中鲜血涌出，却又被雨水迅速地冲淡冲散，什么也没留下。后记：阿诺。顺妃死后，我被调去了养心殿，侍奉陛下。似乎看见我，就能留下顺妃还存在的痕迹。陛下查出是苏嫔儿下令撤走了运泽宫的太医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细细地和他说，顺妃娘娘是如何在如月忌辰那夜被鬼魂之相吓到神志不清的。于是一并牵连出苏嫔儿事先安排人去运泽宫装神弄鬼的手笔。事发时，苏嫔儿褪去华衣凤冠，一身素装，
跪在养心殿外，整整2日2夜不进水米，后来晕倒在了冰冷的地板上。陛下从养心殿出来了，把苏萍儿抱了回去。我想，他到底不会再重罚他了。可我看不透陛下的心思，说他纵容无度，可我又亲眼看见他掐着苏萍儿的下巴说，承川将来是要继承大统的，绝不能有一位被废的母亲。苏萍儿用力地点了点头，攀扯着陛下的衣袂，啜泣地承诺从今往后不会再生妒心。对了，苏萍儿晕倒的时候还被诊出了喜脉。苏萍儿终于要有自己的孩子了。顿时，中宫都快被来往恭贺的人给踏平门槛了。眼见着中宫之位愈发稳固，她腹中胎儿却猝不及防地流掉了，化作一滩血迹。苏萍儿伤心欲绝。养心殿这边却是反应平平，甚至有些冷淡，因为流掉那孩子就是陛下的意思呀，还是我送过去的。苏萍儿小产之后，怀疑过所有同她往来过的宫嫔，唯独没有怀疑过送要过去的我。后来陛下温柔地安抚她，皇后，承川便是你唯一的指望了，你要一如既往地待他好。可惜苏萍儿没有听出藏在背后的那层意味，倒是把唯一的指望听了进去。同从前一样，她牢牢地抓住了这位皇长子，精心抚养着。皇长子承川在自己的10岁生辰这日被正式册为储君。承川殿下被赐予太子宝印时，陛下看着他说，不知你娘乐不乐意你当太子。承川殿下微笑道，儿臣能为父皇分忧，母后自然欢喜。陛下摇了摇头，轻声说，朕说的不是皇后，是你的生母。承川殿下怔了，他从前听过些风声，说那位早逝的顺妃才是自己生母，只是一直以为是谣言，没想到会从陛下口中亲耳听到。承川殿下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。陛下沉声道，只是同你话家常，你何须紧张。接着陛下向我使了眼色，让我把承川殿下带出去。阿诺，领太子去宗祠，朕随后就到。在跟我走的路上，承川忍不住问我，姑姑，父皇刚才所言当真？我微微笑了笑，何止这些是真的，日后我还会和你讲些故事，比如撤太医、弄鬼神。即使承川殿下把我的话告诉陛下也无妨。陛下将我放在养心殿数年，不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了吗？承川殿下，咱们慢慢来吧。对了，承川殿下生辰之后，跟着的便是顺妃的继承。说起顺妃继承，我便想起一件事，已经藏在心底近10年了。那是顺妃坠河身亡后的第1年，我撞见了牵着小郡主进宫的雍王爷。小郡主问雍王爷，爹爹，承川弟弟的生辰宴不是还没到时候你怎么现在就要进宫了？雍王爷说，今日是顺妃继承，陛下罢朝，我进来瞧瞧是怎么回事。顺妃？小郡主问，就是那个在承川弟弟满月宴上，你让我去逗他开心的顺妃娘娘？雍王爷缄默片刻，点头说是。小郡主笑了，不仅如此，爹爹你还教我去皇后娘娘面前说小梨窝的事呢。雍王爷忙竖起手指，示意小郡主噤声，道，不许瞎说，这些都是我原先不知道的。我原先只知道，在苏萍儿撤走太医，顺妃日夜被疼痛折磨的时候，我得来的那些药也是雍王爷给的，所以我才说是宫外来的。顺妃没有追问我是谁，我想她也知道。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雍王爷，可是孝德皇后曾经煞费苦心为她觅的家婿。当年顺妃还是女官时，因孝德皇后一封血书，就毅然入了冷宫，人人都说她蠢。可听闻孝德皇后倒台前，对顺妃是真心爱护的，早早地赐了顺妃女官的名位，等她到了年纪，又向先帝开口，为她求一个王妃的尊荣。诸位适龄皇子中，孝德皇后觉得雍王爷最好。先帝当时是不大乐意的，嫌弃顺妃出身不高，他早已看中丞相家的女儿，要她做雍王妃。可在孝德皇后的哀求下，先帝还是改了主意，决定听皇后的。就在婚旨将下时，孝德皇后的娘家便出事了，连带着孝德皇后的下场也不堪。这次指婚自然不了了之，所以在顺妃进冷宫陪伴废皇子之后，先帝就立即令雍王爷娶了宰相家的女儿。雍王爷成婚5年后，王妃终于诞下郡主。
那时陛下刚从冷宫被放出来，所以郡主到了能跑能跳的年纪，承川殿下方才出生。由于承川殿下的生辰和顺妃的继承挨得近，所以他的生辰再也没像满月宴那样大办过了。至于顺妃的继承，我也只是给他过了第1年而已。那年我给顺妃放河灯时，在岸边见到了雍王爷。雍王爷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宫里那条河岸边本是拴着船的，一个雨夜里，或是雨势太大，又或是别的缘故，总之那些船尽数被冲走，飘散在河面上，以至于发现有人落水，也无法及时补救，只能眼睁睁地等着新船被运来。可过了这么久，哪里还能找着？我问雍王爷，那落水之人岂不是很凄凉？雍王爷只说，在老船里躲上一夜雨，等天亮了，也就同船一块运走了。我如梦初醒，可顺妃明明已经做了决定，又为何做出被鬼魂惊吓而逃的行径？忽然间，我想起了顺水推舟这4个字。苏萍儿安排了一出还魂，顺妃也没有浪费掉这段戏，索性疯癫寻死去了。从那一刻起，陛下便真的相信她是被逼至绝路了。这些事顺妃通通没有和我提起过，我只看见她被鬼魂缠身，然后坠河赎罪，然后我将鬼魂一事一五一十地讲给陛下听，逼得他查出了苏萍儿。想到这里，我浑身战栗了一下。娘娘，你是将这一步也算进去了吗？否则为何要等我过去关窗时才发作癔症？何况我记得天黑时我已经将所有窗子都合上了的。后来我慢慢地笑了一声，我和顺妃配合的还不赖。其实我伺候娘娘的时日只有短短几个月而已，说不上默契。因为时日短，所以我没有目睹她受过的冷落，也无法想象那份夺子之痛。我会全心待她，是因为如月。都说我和如月长得像，鲜少人知道我们是亲姊妹。如月待在顺妃身边好几年了。如月被苏萍儿关进上方司受刑那日，也是未出月子的顺妃拖着残躯为她奔走求情。孱弱的顺妃被苏萍儿宫里的人赶出去时，我以为她也要死在这一日了。得罪了中宫，总归是死路一条。可我没想到顺妃会抛下她的丈夫和孩子跑了。跑吧，跑快些，不要停。后记：承川。这年我15岁，朝堂巨变，因苏氏一族犯了大错，如今面临着举族流放的境地。父皇在挥笔下旨的时候，我就在一旁。他对我说，不会废除皇后苏氏。可此刻，皇后正跪在殿外，重重地磕头，声声哀求，既是求父皇，也是求我为她进言。声声凄厉，我却始终一言不发。后来垂下眼皮，竭力在父皇前掩饰着痛苦。后来外面的哭泣声止了，而我也终于开了口。我问他，父皇，若重来一次，你还会将我报给苏氏抚养吗？父皇手中的笔重重一顿，他抬起头来，面容深沉道，朕为你选了一位出身高贵的母亲，今日之前，苏家已显赫多年，你不喜欢吗？他顿了顿，承川，你是生下来就被寄予厚望的。我平时总是乖顺的，今日或是受了刺激，竟苦笑了出来。父皇，您的厚望却让儿臣当下痛苦不堪啊！笑着竟哭了出来。这些年，我早从阿诺姑姑那里知道了当年发生的所有事情。养我之人亦是仇人，我恨苏氏，可仇恨之余，却也觉得悲凉。回过神来的时候，父皇仍凝视着我，然而锐利的眼神已变得冷寥。我从养心殿出去时，听到了身后被压低了的泣声。后来阿诺姑姑陪我出宫散心，我和阿诺姑姑提起生母，说我出生后，她是不是只抱过我一回？阿诺姑姑温声道，并非娘娘有心疏远，实在是体弱无力，你也别怪她。我一怔，姑姑哪里听出责怪的意思了？阿诺姑姑没有回答我，她站在原地，眼睛直直地看着刚才擦身而过的一位妇人。姑姑在瞧什么？她说，那位夫人的背影和娘娘的背影还真像。我说，我从未见过，倒认不出什么。阿诺竟轻声唤了一句，娘娘。可那身影连要停顿的意思也没有，渐行渐远。阿诺姑姑糊涂了，怎可对着活人叫过世之人的名讳？我嗔怪他，既没有停，那就定然不是，况且怎可能会停吗？
阿诺姑姑却微微笑了笑，说：“对，没有停下来，太好了。”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